第151章，克莱恩的请求。夜宵的叫声伴随着虫鸣，回荡在废弃古堡通往小镇的道路上。阿兹克目视前方，默然几秒道：“虽然还没有完全肯定，但已经有了一定的想法。也许我是一个活了很久很久的人。阿兹克先生，其实你真的可以慎重考虑下自己是否还在人这个范畴内。”克莱恩于心中回复了一句，但没敢说出口。这荒郊野外，这夜深人静，总是让人变得软弱。我应该是付出了某些代价，才获得了漫长的生命。从第4季的尾声一直活到现在，就像一个游荡于大陆各处的幽灵。阿兹克嗓音低沉，仿佛在压抑着内心的情绪。我不记得过去，我遗忘了那些发誓要铭记的人和事。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用手杖拨着前方的杂草道：“阿兹克先生，我对你的状况有一个猜想。”什么猜想？阿兹克侧头望了同行者一眼。我认为你的遗忘是循环的，或许你每隔几十年就会死亡一次，清空掉之前的记忆，接着在一定的时间后，从黑暗的沉眠里苏醒过来，开始新的一段人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你那些不同的梦境，那是你不同人生里遭遇的事情。克莱恩描述着自己的推测。阿兹克的脚步豁然放缓，似乎被黑暗拉住了衣角，他目光幽沉地望着前方，好一会儿才道：“这和我受刚才刺激而苏醒的一些记忆吻合。”受刚才刺激苏醒了一些记忆。克莱恩心中一动，脱口而出道：“阿兹克先生，或许你不需要离开廷根去追寻遗失的过往，你会慢慢回忆起来的。”为什么？阿兹克诧异侧头。克莱恩微微一笑道：“你的记忆并没有彻底失去，今天受刺激苏醒了部分就是证明。另外，你还记得你当初在贝克兰德一觉醒来，发现自己遗忘了过去的事情吗？”阿兹克郑重点头道：“这是一直困扰我的噩梦。”克莱恩点了下相应的黑色手杖，具体解释道：“在今天之前，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但结合你刚才的描述和我本身的猜测，它就显得有些奇怪了。当你从梦中茫然醒来，却有着新的身份证明和足够的金钱，以及不惊吓到他人的出场方式，这一切就像安排好的一样，让你很快融入了社会。那又是谁安排好的呢？答案只有一个：过去的你。过去的你恢复了记忆，知道即将迎来一段新的人生，于是安排好了之后的一切，尽量避免着被人怀疑。”阿兹克停了下来，望着远处小镇内稀疏昏暗的点点光芒，又一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也许我一直在寻找的父母就是过去的我。他叹息出声，变相承认克莱恩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所以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耐心等待，就会慢慢恢复记忆。克莱恩给出结论，宽慰着对方。阿兹克无意识挥舞了下手杖，然后整个人似乎化身为了大理石雕成的塑像。良久之后，他目光深远地回答道：“也许就的人生进入尾声时，我才会彻底恢复记忆。我不想等待那么久，我想有充裕的时间去弄清楚并摆脱这个宿命。所以，我必须主动地寻找过去，一点一点刺激自身，提前完成你推测里的觉醒。而等待只会让我重复之前的循环，这确实是最值得期待的选择。”克莱恩没有再劝解对方，转而说道：“阿兹克先生，在彼此帮助，找出让我命运不协调并取走你孩子头骨的罪犯之外，我是否能恳请你帮一个忙，微不足道的忙？”阿兹克轻轻颔首道：“你需要我做什么？”克莱恩组织着语言道：“我希望你在下周或者下下周到廷根周边的小镇里，乘坐马车抵达的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上，5个小时以内的小镇里制造一些灵异事件，不伤害到人的灵异事件。我看你刚才根据血脉联系追溯罪犯的方式，应该很擅长死灵领域的某些东西，没有问题。”阿兹克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未曾去问对方为什么要那样做。与此同时，他也默认了克莱恩对他能力的猜测。“谢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挑选灵异事件的目标时，只能选择黑夜女神的信徒，还有不要留下线索。”克莱恩叮嘱了一句。只有这样，事件才会被转给廷根市职业者小队，只有这样，他才能加入任务队伍，并提议使用封印物30782，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轮换看守时窃取那件封印物，也就是变异的太阳圣辉内的神血力量，制造扬言符咒。这是他目前能够获得的最强力物品。在居住于红烟囱房屋内的幕后黑手尚未离开廷根的情况下，在自身不断进行着排查的前提下，克莱恩必须尽一切努力变得强大。根据我获得的知识，只是窃取一点力量，不会造成30782的损坏，顶多让它的净化效果能够维持的年限减少一些。我这是为了廷根市的安宁与稳定。
克莱恩在心里为自己辩解了2句。阿兹克并不在意对方的目的，依旧点头道：“我会提前告诉你小镇的名称和大致的时间，让你能够做好准备。”呼，克莱恩猛地松了口气，觉得拉姆德小镇没有白来。虽然只是揭开了阿兹克先生重重神秘的最外层纱幕，还有更多的未知与未解，但至少收获了他的友谊，在对付幕后黑手上找到了一个足够可靠的盟友。夜里11点半，克莱恩又累又困又饿地回到了水仙花街2号。阿兹克先生竟然都没请我用个晚餐，他现在的状态哪有心情吃东西？克莱恩一边无声嘀咕，一边掏出钥匙打开了大门。房屋内并不像他预料的那样昏暗，一盏典雅的煤气灯静静绽放出辉芒，让客厅温暖而光明，让孤独坐在沙发位置的班森披上了一层亮色的外衣。看见大门后场拿着书籍的班森正要开口，忽地打了个哈欠，不得不伸手捂住嘴巴。克莱恩关上房门，状似随意的笑着提了一句：“和阿兹克教员去了拉姆德小镇，那里有座历史悠久的废弃古堡。”班森顿时恍然笑了笑道：“没有月亮的夜晚，废弃1000年的古堡，阴冷森然的环境，再加上只有2个人的考古队，这就是标准的灵异小说开头啊！今晚发生的一切还真算得上灵异事件。”克莱恩想到了阿兹克先生制造出的那扇诡异大门，想到了那一声声婴儿啼哭，略有点后怕的说道：“那样的环境里确实有这种感觉。”班森又打了个哈欠，于是合拢书籍道：“我得睡觉了。自从开始学习文法，开始阅读古典文学，我的睡眠质量就变得非常好。”克莱恩暗笑一声，忽地想起正义小姐提到的事情，于是压低嗓音道：“班森，你知道的，我们公司和阿霍瓦郡警察厅有一定关系。我最近听说贝克兰德那边传来一个流言，称国王、首相、大臣和议员们都厌倦了拖沓没有效率的政府，打算进行改革，以公开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担任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就像大学入学考试那样。”班森先是茫然，接着眼睛发亮的反问道：“公开考试的办法？”“对，只要能通过考试，你也能成为政府处理具体事务的雇员。我猜测，考试内容的设置会仿效大学入学考试，文法、古典文学、一定的数学与逻辑能力，以及基本的法律常识。”克莱恩趁机灌输着自己的想法，末了道：“班森，这件事情必须保密，而且你也不要抱太大希望，谁都不知道他会不会被上院和下院通过。我会记住的，我明白，我只需要努力的学习。”班森露出笑容，接过话茬道：“不管有没有这件事情，我都会努力学习，争取尽快摆脱目前的处境，找到更好的工作。学习是人和卷发狒狒最大的区别。不，科学研究表明，狒狒智商不低，拥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克莱恩默默吐槽了一句，目送班森走向2楼，然后他笑着摸了摸瘪下去的肚子，迈步靠近厨房，找出之前的剩菜和梅丽莎特意留下的部分鸡肉。克莱恩心情彻底放松的准备起晚餐。此时外面万籁俱寂，夜色浓重，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入睡，附近只有他在呼吸着混杂香味的微凉空气，制造出滋滋滋的些微动静。一切都是那样的安宁和悠然。吃饱喝足，洗过餐具，浸泡好自身，克莱恩回到卧室，反锁住木门。他打了个哈欠，强提起精神，抽出一式银笔，用灵性之墙密封了整个房间。他要去灰雾之上占卜召唤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是否有危险？第152章，不错的尝试。灰白朦胧的雾气亘古不变般弥漫，深红虚幻的星辰或远或近的悬挂。克莱恩坐在巨人居所般的恢宏宫殿内，静静望着眼前熟悉的一切。过了几秒，他收回视线，让面前浮现出一张黄褐色的羊皮纸，然后提笔写下了自己改动过咒文的召唤仪式。点一根蜡烛，象征自己，用灵性之墙制造圣洁的环境，往烛火滴入满月精油、洋甘菊纯露、生棉花粉末等材料。注释：在这一步不需要太讲究，因为是召唤自己。诵念以下咒文：我古赫密斯语、巨人语、巨龙语、精灵语，必须低喊，我以我的名义召唤赫密斯语。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认真审视了3遍。克莱恩于最下方书写出占卜语句：在外界进行以上仪式有危险乎？他吐了口气，放好钢笔，解下袖口内的银链，用左手持握。等到黄水晶吊坠静静悬浮于羊皮纸上方，
只差一点就接触到占卜语句。他收敛住心思，进入冥想状态。在外界进行以上一事有危险，在外界进行以上一事有危险。默念7遍后，克莱恩睁开几乎全黑的眼眸，看见黄水晶吊坠在做逆时针转动，这意味着否定，意味着没有危险。可以试一下了。克莱恩忙让面前巨泻而来的物品消失，延伸灵性包裹住自身，模拟出往下急坠的感觉。回到卧室后，因为早用灵性之墙密封了整个房间，克莱恩直接就清理书桌，将一根有薄荷味的蜡烛立在了最中央。他将右手虚按在烛蕊之上，用灵性摩擦的方式，腾的一下将对方点燃。摇曳昏黄的光芒里，克莱恩往火焰中滴入了对应的精油、纯露和草药粉末，宁静悠然的香味瞬间弥漫，房间时而明亮，时而暗淡。退后2步，克莱恩望着那根象征自己的蜡烛，用巨人语低喊出声道：“我。”紧接着，他改用了赫密斯语：“我以我的名义召唤，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他话音刚落，顿时就感觉摇曳的昏黄烛火与周围的宁静香味混成了一个漩涡，疯狂吸纳着本身的灵性。属于红月的深棉花啊，请将力量传递给我的皱纹。克莱恩忍着灵性被抽走的难受，将后续的咒文诵念完毕。这个时候，他看见烛火停止了摇晃，安静的屹立在那里，并且染上了灰白的色泽，往四周拉伸到8丈大小。没有召唤出任何事物啊，对，也许需要我去灰雾之上做个响应。自己召唤自己真麻烦。克莱恩捏了捏空乏刺痛的额头，无声自语道。他缓了10几秒，逆走4步，再次来到灰雾之上，看见古老长桌的最上手有一圈又一圈荡开的光纹，这来自于对应高倍以后的古怪符号，由象征隐秘的部分无瞳之眼和象征变化的部分扭曲之线构成的古怪符号。克莱恩只是做出伸手触摸的动作，耳畔立刻就响起了我以我的名义召唤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等咒文声，并看见涌来的灵性与荡开的光纹混合，化成了一扇虚幻的未成型的大门。这大门摇摇晃晃，想要敞开，克莱恩当即有了灵感，给出推开它的强烈意念。几乎是瞬间，无垠灰雾和宏伟宫殿突地受到牵引，产生了微不可见的涟漪。这涟漪一圈接一圈，涌向着那扇虚幻的未成型的大门。可是不管克莱恩怎么推动，那扇大门都无法被打开。所有的动静最终又归于了沉寂，因为召唤之门没有完全成型。克莱恩收回意念，微皱眉头地分析着失败原因。他随口将那扇虚幻大门命名为召唤之门。是我灵性不足，无法构建完整的召唤之门。等到我晋升序列8，成为小丑，度过初期的危险阶段，可以再尝试一下，也许那时候就没有问题了。克莱恩轻轻点头，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次实验给了他极大的信心和强烈的鼓舞，因为这是占卜永恒烈阳那次事件之外，他初次让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产生不一样的反应。总有那么一天，我要弄清楚这里所有的秘密。克莱恩于内心兴奋地做出宣告，在灵性包裹下坠入了无垠的灰雾。回到卧室，克莱恩赶紧灭掉蜡烛，结束了仪式，然后收拾好书桌，解除了灵性之墙。突然刮起的风里，他打着哈欠倒至床上，刚裹好被子就睡了过去。迷迷蒙蒙、支离破碎的梦境里，克莱恩忽地清醒，发现自己正坐在家里的客厅内，手里拿着份停更式老实人报。队长不会又来了吧？他先是一愣，旋即好气又好笑地望向凸度窗外。吱呀一声，大门打开，穿着黑色过膝风衣的邓恩拿着手杖和烟斗，缓步走了进来。他依旧戴着半高的黑色礼帽，依旧有着幽邃的灰色眼眸。邓恩来到客厅，坐至那张单人沙发上，悠闲地将右腿架在了左腿之上。他放好手杖，取下帽子，往后微靠，就那样静静的，仿佛在思考般的看着克莱恩。队长，你今天想做什么？克莱恩一阵茫然。为了不暴露自己知道这是梦境的事情，他假装没受到影响，继续看起了报纸。1分钟、2分钟、5分钟，他抬头望了眼对面的邓恩，发现队长还是在静静的，仿佛思考般的看着自己。5分钟、10分钟、15分钟，将报纸翻来覆去了几遍的克莱恩，用眼角余光看见邓恩在静静的，仿佛思考般的望着自己。队长，你这样我很不自在啊。克莱恩有些坐不住了，他叠好报纸放到一边。
对邓恩微笑点了下头，然后去厨房拿出抹布，装模作样的擦拭起餐桌、茶几。队长，你看，我的梦这么简单，这么普通，这么无聊，没什么值得观察的，你快走吧。要不你变个鬼魂，我假装受到惊吓，让你完成梦魇的成就。他默默祈祷着，但抬头却看见了邓恩幽邃的，似乎在思考的灰色眼眸。在这样无声的、不变的注视下，克莱恩擦干净了家具，打扫好了房间，在梦里累得不行，而最让他心累的就是一直静静的，仿佛在思考般的看着自己的邓恩·史密斯。不知忙碌了多久，他终于看见队长放下右腿，站了起来，然后拿上手杖，戴好帽子，走向大门。克莱恩屏住呼吸，一路目送邓恩离开自家。他情不自禁地抬起右手，做出再见的动作。呼，等到一切恢复正常，克莱恩长长吐了口气。刚才真是一场噩梦啊！他欲哭无泪地想到。贝克兰德西区飞利浦百货商店，这是鲁恩王国最高档的百货商店，只对贵族和拥有会员资格的富豪开放。它的外面总是停放着一辆又一辆的豪华马车，上面的徽章各有不同。这里除了是购物的圣地，也因为人员的严格限制，成为了知名社交场所。奥黛丽带着女仆安妮和金毛大狗苏茜，在侍者的殷勤接待里，走下马车，进入了大门。沿途之上，她时不时就能看见子爵小姐、伯爵夫人或者父母有着显赫地位的少女。她保持着优雅的姿态，用规范却不生硬的礼仪一一打着招呼，借助不同的切入点和不同的贵族短暂交流。比如面对某某伯爵夫人，就得夸赞她的新裙子是多么的合体；与某某男爵夫人寒暄，就得说她的丈夫在上院的表现多么出众。以前的奥黛丽在这个环节总是做得不够好，太过任性和自我，但现在她甚至不需要多花费心思，就能完美应对。观众的眼里，大部分贵族女性的情绪和想法就像写在了脸上一样。来到2楼，奥黛丽转向了卖成衣的店铺。店铺内的侍者是位青涩矮小的少女，她穿着黑白交错的衣裙，有着一头倔强的及肩金发，正是仲裁人修·迪尔查。奥黛丽没有表情变化的对大狗苏茜使了个眼色，对方瞬间弄懂了她的意思，欢快的奔跑向另一个柜台。女仆安妮只好快步跟上，试图将苏茜拉回来。干得漂亮！奥黛丽暗赞一声，走到修·迪尔扎旁边，假装在观看不同式样的衣裙。你约我在这里见面有什么事情？修一边大声介绍，一边小声询问，他的嗓音很是稚嫩，就像小孩子一样。原本的侍者呢？奥黛丽不答反问。修观察着四周道，我说服了他，他很高兴能休息一个上午。奥黛丽望着不同款式的衣裙，从提着的小羊皮手袋里拿出张叠好的纸，隐蔽的递给了修。飓风中将麒麟格斯秘密潜入了贝克兰德，这是他的肖像，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找到他。不要惊动他。修接过那张纸，快速展开看了一眼，发现上面是栩栩如生的素描，是有着独特宽下巴的30来岁男士。我在绘画方面也是经常受到老师表扬的。奥黛丽瞄了眼修，微扬起脑袋。他补充道，王国对麒麟格斯的悬赏金额是1万镑，如果真的能抓住他，哪怕只是提供线索的人，也肯定可以获得至少几百镑的奖励。他话音刚落，就不出预料的看见修的眼睛亮了起来。第153章，最后的铺垫。独具特色的宽下巴，古代骑士的发髻，噙着冰冷笑意的眼睛。修·迪尔查半躺半坐于沙发上，仔细研究着奥黛丽给的那张素描。在他眼里，这就是活生生的能够走动的金棒。将大海盗麒麟格斯的长相深深刻入脑海后，他往下阅读起附加的描述。棕发，墨绿色眼眸，肖像画只做参考，因为目标拥有变形成他人模样的能力，持续时间未知。肖像画只做参考，目标能变形成他人，只做参考，变形他人。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认真的记忆素描内容？修的表情一下呆滞，似乎感受到了世界的恶意。他迷茫抬头，望向对面沙发上慵懒躺着的福尔斯·沃尔，自言自语般道，这根本没有办法寻找，不清楚长什么样子，只知道是外乡人。贝克兰德每天新来的外乡人数量简直无法统计。福尔斯腰部用力，想要做起，可试了3次，都惨遭失败。我只是学徒，不是仲裁人。他嘟囔着，伸手按住沙发靠背，成功从躺变成了坐。
那位小姐或许认为我们是预言家。福尔斯开了句玩笑。修正要回答，忽然发现附加的描述还有很多。他低声念了出来，建议从以下途径寻找：一、麒麟格斯身上有一件邪异物品，每隔1天就要吞噬一个活人的血肉和灵魂。考虑失踪的流浪汉。二、详细搜集麒麟格斯的资料，从中总结出他的独特爱好和行为模式。三、一个人的五官也许能改变，但只要没经过特殊的训练，他总会表现得像是自己，比如喜爱的食物、走路的风格、习惯的动作，以及更多的细节。福尔斯听得微微颔首道：奥黛丽小姐并不像传闻那样是个单纯天真的少女，她有着细腻的内心和冷静的观察力，是吗？修不是太确信的反问了一句，并未期待回答的转而提议：我负责搜集资料，你来总结那堆金棒，不，那位海盗将军的爱好和特点。福尔斯一下睁大了眼睛，摇晃着手里装卷烟的铁盒道：你怎么忍心让一个纤细敏感的作家做这种归纳总结、分析推理的事情？修瞥了好友一眼，不自觉展露出让人信服的威严。你的暴风山庄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推理内容。福尔斯缩了缩肩膀，低下脑袋望着茶几道：你知道我为了那段推理掉了多少根头发，试了多少次棉吗？他迅速抬头看了修迪尔扎一眼，接着继续埋下脑袋嘟囔道：人生非常短暂，有太多需要去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浪费在这么无趣、这么繁琐的工作上？非常有道理。修险些点头附和，好不容易才维持住仲裁人的威严。那你有别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他压着嗓子，让稚嫩的声音变得低沉。福尔斯认真想了10几秒，猛地抬头道：我们可以请专业人士来做。你搜集好飓风中将的资料后，我们抹掉姓名，拿去找优秀的侦探，请他帮忙总结归纳、推理演绎，这只需要付出咨询费用。我怎么没想到？修的脑海一下空白，和福尔斯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有说话。当气氛变得有些尴尬的时候，他清了清喉咙道：就按照你的提议去做。说完，他忙又补充了一句：咨询费用由你来出。豪尔斯街区占卜俱乐部。下午好，莫雷蒂先生负责招待的漂亮女士安杰丽卡惊喜地望着前方道：您很少在周五过来，为了排查红烟囱房屋累得不行的克莱恩笑笑道：命运不会一直重复自己，总是要给我们带来些意外。他刚好路过这里，出租马车的雇佣时间也到了，于是上来喝口红茶，休息一下。另外，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的铺垫，有了新的占卜俱乐部经历，他就将符合逻辑的向邓恩·史密斯提出特别申请了。您的话语总是充满哲理，安杰丽卡由衷的赞叹道。克莱恩想了想，斟酌着说道：我以后可能会很少来俱乐部，你不需要再向别人推荐我。魔药消化完毕，他得向新的目标前进了。为什么？安杰丽卡惊讶又迷惑的说道：您在俱乐部已经很有名气，大部分人都知道您的占卜非常准确，非常神奇。我们甚至在考虑请您做周日的讲座老师，如果每次占卜有1磅，那我再累再苦也要咬牙坚持，而且我还得多跑几栋有红烟囱的房屋，争取尽早揪出那个幕后黑手。克莱恩温和笑道。于是不要挽留，这是命运的安排，我并不是再也不来俱乐部，仅仅降低了频率，我的会费也将如期缴纳，反正能够报销，我偶尔还是会过来监控下这里的。克莱恩默默补充了一句：真是让人遗憾啊，希望我产生迷茫的时候，您刚好能来俱乐部。安杰丽卡叹息道。度过最初的惊愕后，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情竟然没有想象中那么意外。或许这么神奇、这么敬畏命运的占卜家，确实不是廷根市的一个俱乐部能够长久拥有的。安杰丽卡仿佛在思考般笑道：稀薄红茶。是的，克莱恩回以微笑。他在俱乐部坐了10几分钟，稍作休整，喝掉红茶，就离开这里，乘坐有轨公共马车回到水仙花街。进门的时候，他习惯性打开邮箱，看见里面有一封刚投递不久的信，随手拆开。克莱恩发现这封信来自阿兹克先生。我将于周日前往莫尔斯小镇，周3返回莫尔斯小镇的镇民普遍信仰女神。周日前往，那按照正常的效率，周2或者周3，职业者才能收到消息，我正好能赶上。阿兹克先生居然记住了我的要求，希望他也能记得不要亲自出面，随便召唤个鬼魂，糊弄一下就行了。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喷薄出自身灵性，用摩擦的方式点燃了信纸。他手一甩，火焰化成飞灰，缓缓落到了地上。周6上午，
克莱恩穿黑色薄风衣，戴半高丝绸礼帽，提着镶银手杖，悠闲地走进了黑金级安保公司。和罗珊打过招呼后，他望了眼隔断位置，看见队长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于是故意没控制音量的说道：昨天傍晚在占卜俱乐部，我看见一个和你很像的女孩。真的？罗珊颇感兴趣的反问道。克莱恩毫无诚意地点头回答：真的，我甚至以为她是你的姐妹，让你遗憾了。我没有姐妹，连堂姐妹、表姐妹都没有。罗珊嬉笑一声道：你有记得她的名字吗？不，我为什么要去记忆她的名字？克莱恩轻笑道：看见你和看到她没什么区别，我能理解为你在赞美我吗？罗珊总是不需要别人找话题，主动就问道：克莱恩，你在占卜俱乐部一定赚了不少钱吧？作为真正的占卜家，你的水准不是其他业余爱好者能够媲美的。不提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好同事。克莱恩咳了一声道：占卜家得敬畏命运，不能用占卜来谋求不正常的利益。你在总结自己的占卜家格言吗？罗珊好奇问道。是的，克莱恩坦然回答。和对方又闲聊了几句后，他挥手告别，拿着帽子走向隔断。咚咚咚，他望着正在折腾咖啡的邓恩·史密斯，轻轻敲响了敞开的房门。请进。邓恩抬头看了他一眼，忙端正了自身的姿势。克莱恩这2天已经试探过队长的口风，确定邓恩·史密斯在尝试扮演法的同时没有对别人提过哪怕一句，明显在忌讳着教会高层。于是他随手关上房门，坐到对面，表情郑重里透着些许激动的说道：队长，我感觉我已经彻底掌握占卜家魔药了，我想提交特别申请第154章，分享经验。看着克莱恩的眼睛，邓恩吸了口气，往后靠住，又缓缓吐出道：你确定？他的表情变化很少，似乎对特别申请这件事早有准备，只是没料到会来得这么快。队长，你怎么有种松了口气，心里踏实下来的感觉？克莱恩没掩饰自己的笑容道：我确定，队长，当你彻底掌握魔药的时候，你会有种特别的、奇妙的感觉。毫无疑问的确定自己已经彻底掌握魔药，特别的奇妙的感觉。邓恩低声咀嚼着这句话，眉头慢慢皱了起来。队长之前2次晋升都是在未完全消化魔药的情况下进行的，也是不懂的扮演法，很难做到彻底的消化，只能靠漫长时间的打磨和下意识的一些扮演来降低失控的风险。可怜的队长。克莱恩静静望着邓恩·史密斯，没有开口，没有补充，任由对方仔细思考。过了近1分钟，邓恩幽邃的灰眸再次映照出克莱恩的身影。他斟酌着语言道：也许再等待1年会是更好的选择。队长的意思是，再等待1年就不会太显眼。有戴利女士做榜样的前提下，高层不会过多关注我，顶多纳入进一步观察的名单。克莱恩想了想，坦然回答道：我原本也是想等明年才提出特别申请，毕竟我需要掌握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格斗才刚刚入门。但是队长，你不觉得我们这1-2个月遭遇了太多巧合吗？追寻绑架犯，结果遇见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就在对面房间，封印物2到49分延迟送达，结果瑞尔、比伯竟然没有逃离停根，在码头就开始了消化力量的尝试。我去参加一个生日晚宴，结果引出了海纳斯·凡森特的事情。我到图书馆调查，当场就遇见了那位极光会的成员。我不知道这些巧合意味着什么，但总感觉不安，所以想要最大程度的提升自己，抓住这个机会。克莱恩点了下幕后黑手的事情，这也是他原本就要放入日程的安排，在不暴露自身特殊的情况下，提醒职业者小队，让他们从别的方面找到更多的线索。而他刚才的那些话语，在别人眼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直觉敏锐，善于梳理。从克莱恩说出但是这个单词后，邓恩的身体逐渐前倾，到了最后已用交叉的双手抵住嘴巴。他眸光沉凝，许久没有开口，似乎在思考着刚才那段话语。几十秒后，邓恩抬起脑袋，嗓音醇和而低沉的说道：很敏锐，也许真有什么事情藏在黑暗的深处。不等克莱恩开口，他转而吩咐道：你可以去写特别申请了。好的。克莱恩嘴角上扬的回答。他含笑起身，走向门口，不出意外的又听见了熟悉的补充。等一下。邓恩喊出即将开门而出的家伙，斟酌着道：注意用词，放心，队长，我比你更重视这个问题。克莱恩笑容满面地点头应承。他原本以为邓恩会抛出另一个方案，
那就是不通过盛唐，私下里晋升序列8，等3年之后再走正常流程。但后来他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这没有可能，因为不管是特别申请还是正常申请，晋升者都得通过盛唐下派人员的考察，只不过一个非常复杂，一个相当简单。到时候已经成为序列8的秘密可瞒不住人，会连累到整个停更市职业者小队的。离开队长办公室，已结束所有神秘学课程的克莱恩没急着去地底换班，缓步走入了隔壁的文职人员房间。此时这间办公室内正坐着一男一女，男的30出头，女的20来岁，正是新来的2位成员。他们看见克莱恩进来，先是一愣，接着堆出笑容，点头问好，对非凡者又好奇又敬畏。克莱恩没去和他们闲聊，找了张空桌，刷书写起特别申请的草稿。因为早有副案，他只用了10分钟就完成了初步的工作。反复阅读了几遍，连续修改了多处，他才做到阿克森1346型机械打字机前，将草稿变成正本。哒哒哒的键盘敲击声里，2位新的文职人员互相看了一眼，同时起身走出办公室，到接待大厅与罗珊闲聊，将房间留给了克莱恩一个人，很拘谨，也很有保密意识。克莱恩瞄了他们的背影一眼，暗自赞叹道。他收回视线，继续敲打键盘。就在他即将弄好特别申请的时候，伦纳德·米切尔从休息室内出来，边环顾四周，边扣着衬衣，头发凌乱中有着不羁的美感。你在打什么报告？伦纳德望了眼文职人员办公室，斜靠住门扉，右脚尖点地，双手插兜的问道。他碧绿的眼眸饶有兴趣地审视着克莱恩。克莱恩打好最后一个单词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侧头笑道：特别申请，特别申请。伦纳德满是疑惑地反问道。克莱恩拿起纸张，快速浏览了一遍，状似随口地解释道：晋升序列8的特别申请，嗨嗨。伦纳德突的剧烈咳嗽，好半天才平息下来，脱口而出道：你这就消化完魔药了？消化？同学，你知道的很多嘛。克莱恩握着特别申请，走到伦纳德面前，眉毛一挑道：是的。接着他盯着对方的眼睛，压低嗓音，笑呵呵补充了一句：我记得有谁曾经告诉过我，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比较特殊，能够完成别人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也比如说你。伦纳德一下被堵得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只能改变站立的姿势，将双手从口袋里抽出，环抱于胸前。他张了张嘴，终于组织好语言，沉声问道：你不觉得这样太冒险了吗？既然知道消化，就肯定明白我的晋升没有冒险的因素。他是指教会高层的注释。克莱恩若有所思地解释道。伦纳德，你还记得我们合作的第一个任务吗？只是单纯追踪绑架犯，竟然发现对面房间藏着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线索。他将刚才对邓恩说过的事情又原本描述了一遍。伦纳德的表情一点点沉凝，微不可见的附和着点了下头。他喃喃自语道：或许我也得加快进度了。话音刚落，他突然望着克莱恩，露出灿烂的笑容道：你不准备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快速掌握魔药，最大程度规避失控风险的经验。这家伙变脸可真快啊。克莱恩笑笑道。我很乐意分享。他正打算趁今天的机会提点一下职业者小队的队员，降低他们失控的风险。当然为自身的安全考虑，他不可能像面对邓恩·史密斯那样说得太露骨，顶多描述出第一次铺垫的内容，那是可以让高层下派人员知道的内容。那就现在。伦纳德迫不及待地拉着克莱恩走向了职业者娱乐室。此时此刻，除了轮值查尼斯门的洛耀，剩下的弗莱、科恩黎和西加、特昂都在，正非常悠闲地打牌。各位，伦纳德敲响扮演的房门，朗诵般开口道：让我郑重介绍一下旁边这位先生，只用了1个半月就完全掌握魔药的克莱恩·莫雷蒂先生。这家伙好浮夸啊。克莱恩突然觉得有点尴尬。什么？既不知名也不畅销的作家小姐西加·特昂偏了偏脑袋，似乎在测试自己的听力。伦纳德，不要开玩笑了，你的表演总是这么浮夸。科恩黎无奈地盖好手上的纸牌。弗莱拿着牌看了眼克莱恩，默然几秒道：确定已经完全掌握了魔药？是的。克莱恩感受到对方的关切，肯定点头道：这有明显标志存在的。什么？真的？
科恩离后知后觉的大喊一声，唰的站起。伦纳德嘿嘿一笑，指着克莱恩手中的纸张道：“这是他提交的特别申请，想要晋升序列8的特别申请。怎么办到的？”西加特昂想了很多，但吸了口气后，还是只问出了最关心的那个问题。沉静文雅的他此时都难以控制住目光的灼热。克莱恩找了张椅子坐下，声音偏低的回答：“我从窥密人的格言得到了灵感，为所欲为，但勿伤害。”伦纳德非常尽责的配合道：“是的，我们的内部资料显示，遵守这个格言的窥密人失控概率比正常低。”克莱恩说着从老尼尔那里知道的内容之后，我又从戴利女士的事例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通灵者戴利，科恩离寻求确认般的反问道：“戴利女士也提交过特别申请，她只用2年就从收尸人成为了通灵者。她曾经告诉过老尼尔，她要做一个真正的通灵者。”克莱恩详细解释道：“再加上我在占卜俱乐部经历的一些事情和获得的相应反馈，我逐渐总结出了占卜家守则，并严格遵循它，尝试着做一个真正的占卜家。当我确实这么去做的时候，我发现我掌握魔药的进度变得很快，非常快，甚至不能叫掌握。”听完克莱恩的陈述，弗莱、西加等人都陷入了沉思，伦纳德也在假装思考。“我去提交特别申请了。”克莱恩扬了扬手中的纸张道：“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下再来问我。”“好的。”弗莱看似冰冷地点头回应。出了娱乐室，克莱恩又一次敲响了队长办公室的门。他在邓恩的桌子对面坐下，拿起钢笔和印泥，先签名后按手印。“队长，我的特别申请。”做完这一切，他双手拿着纸张递给了邓恩。邓恩仔细看了一遍，放下申请道：“我会尽快交给盛唐的你做好接受考察的准备，也许是下周，也许是下下周。”“好的。”克莱恩吸了口气，郑重点头。他站起身，走出队长办公室，随手虚掩住房门。这个过程里，他回望了自己那份申请一眼，心中油然冒出一个念头：不知道我会接受什么样的考察。第155章紧急见面。沉淀好心情，克莱恩走入地底，来到查尼斯门外，敲响了看守室敞开的大门。坐在里面的洛耀、莱汀早收拾好个人物品，看见轮班者抵达，立刻理了下头发，起身准备离开。互相颔首致意后，克莱恩突地开口道：“我掌握魔药的进度不错，刚和弗莱他们分享了经验，你可以找他们交流一下。”没什么表情的洛耀略显诧异的看了对方一眼，嘴唇翕动了几下道：“好的，女士，但愿你等下也能保持这种冷静的状态。”娱乐室里现在坐了一堆木头人。克莱恩笑了笑，来到桌子后面，熟稔的拿起了邓恩·史密斯装费尔莫咖啡的镶银吸管。弄好一杯浓香四溢的咖啡后，克莱恩悠闲坐了下来，望着门外寂静无人的过道，放任思绪偏飞。希望阿兹克先生的行动一切顺利，不要留下什么线索。不，就算有什么线索，我也会假装没发现。不知道变异的太阳圣辉在查尼斯门后封印于什么地方？它不具备活着的特性，留出足够的空间就行了。说起来，我到现在都还没进过查尼斯门，不清楚里面的状态。能够让那大大小小奇奇怪怪的几十件封印物不造成损害，不脱离监管，肯定有不同寻常之处，比如圣塞琳娜的骨灰。各种念头纷呈间，克莱恩突然听见了急促的脚步声，忙将注意力收回，望向门口。他看见身穿黑色古典长袍，手拿同色毡帽的老尼尔出现于走廊上，快步进入看守室，立在对面，一句话不说，就那样上上下下的审视自己。“尼尔先生，出了什么事情吗？”克莱恩干笑2声，端起香浓的咖啡抿了一口。老尼尔又打量了他几眼，叹了口气道：“你竟然从窥密人的格言和戴利的事例里找到了灵感，这必须赞美女神，也感谢您的教导。”克莱恩一本正经的回答。老尼尔吱呀拉动椅子，猛地坐了下来，略显颓丧的说道：“如果再早20年就好了，就好了。”知道对方的年龄和身体状态已经不允许他再服用魔药，哪怕彻底消化掉了之前那份也不行。克莱恩保持住沉默，没有开口。他觉得这种情况下说什么都是在刺激对方。“我最早也试图从窥密人的格言里找出快速掌握魔药的思路，遗憾的是一直没能走到正确的路上。后来戴利的成功虽然给了我启示，但那时候我都超过50岁了，已经放弃了努力，下意识就认为那是天才的特殊，正常人无法模仿。”老尼尔揉了下额角，低沉的描述着自己的失落。他默然几分钟，
抬起脑袋，看着克莱恩道：“真是让人遗憾啊！我在这样的年纪才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老尼尔对扮演法应该是有点模糊的认知，被我分享的经验点了一下，立刻就想明白了一些事情。克莱恩宽慰道：“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教会没有窥密人对应的序列吧？或许圣堂有，不，他们有的话，至少会把名称告诉分部。地下交易市场也不是没可能。”老尼尔呢喃了几句，以手撑桌，摇头站起，笑笑道：“至少我没有失控，健全的活了几十年。”赞美女神，他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表情沉郁的离开看守室，失去了往常的狡黠。克莱恩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视线内，突然长长的叹了口气。他愈发的不能理解教会高层为什么要封锁扮演法了。良久之后，克莱恩回过神来，将注意力转移到面前的职业者内部资料上。自从将白银之城的少年拉入塔罗会，知道那里对许多事物还保持着古称，他就有意识的加强了类似方面的学习，努力掌握着古今物名的对照。不知过了多久，他又听到了一阵脚步声，平缓而沉稳的脚步声。几乎是同时，他的脑海内一下就浮现出邓恩·史密斯身穿黑色过膝风衣的样子。彻底消化完占卜家魔药，我的灵感也有了提高。克莱恩若有所思点头，在几秒钟后看见了队长。你的信。邓恩右手抬起，万步一抖，将掌中的信件扔向了克莱恩。克莱恩潇洒抬手，试图接住，但无论判断还是反应，都差了一点。啪！信件掉落在地，克莱恩的右手尴尬的竖立于风中。突然安静的气氛里，他的右手先是僵住，接着继续上抬，顺势理了下头发。煤气灯的光芒还是不够明亮啊！克莱恩随口敷衍了一句，弯腰拾起信件，扫了眼信封。霍纳奇斯先生，达斯特·古德里安的信。他恍然点头，拉开抽屉，拿出把裁信刀。按照职业者小队的规矩，如果有明确的、正确的收信人，罗珊等文职人员会直接把信交给对应的那位，而遇到匿名或者查无此人的情况，则送至邓恩那里，由他来询问或决定。小心翼翼裁开信封，克莱恩抽出里面的纸张，快速展开，浏览了一遍。他发现疯人院医生达斯特在请求尽快见面，也就是今天下午2点。他拿到读心者配方了，或者有别的什么事情？克莱恩扬了下手中的信纸，抬头看向邓恩道：“队长，我的线人，也就是心理炼金会那位，希望在下午2点见面，有透露是什么事情吗？”邓恩早有预料般问道。没有。克莱恩摇了摇头。邓恩想了下，嗓音醇厚的说道：“等下暂时让伦纳德帮你看守查尼斯门，我跟着你过去，隐藏在附近。这种紧急见面的请求有不小可能是陷阱。我见过听过太多类似的事情，而且如果真有重要情况，这样也能最快速度展开行动。队长，你真是经验丰富啊。一遇到正事，你就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不会遗忘的队长。”克莱恩当即点头。好的，下午2点，佐特兰街射击俱乐部9号小型靶场内。克莱恩瞄了眼布满弹痕的靶子，望向略显不安的疯人院医生达斯特·古德里安道：“出了什么事情？竟然让你慌慌张张到猎犬酒馆找佣兵小队？只有这样，猎犬酒馆的老板莱特才会立刻把信投递到黑金级安保公司，而不是等待克莱恩自己过去取。”达斯特观察着克莱恩的细微表情和肢体动作，沉声回答道：“我感觉胡德·欧根最近有些不正常。”胡德·欧根就是将达斯特发展为心理炼金会成员的那位疯人院病患，有什么不正常的表现？克莱恩非常有职业精神的追问道。达斯特暗自松了口气，似乎找到了依靠，斟酌着说道：“他好像真的疯了。”真的疯了？克莱恩愕然反问道。胡德·欧根不是为了锻炼精神领域的相应能力，才装病潜入疯人院，试图从正反两方面影响那些病患吧？他竟然真的病了，真的疯了。我认为是这样。达斯特略有些焦躁的来回踱步。我之前能和他正常交流，并且得到如何正确使用非凡能力的教导，但最近这几天，他的思路，他的状态变得很奇怪，经常没办法沟通，就像我面对其他的病患一样。虽然这也让我成功拿到了读心者的配方，但我无法确认那是真的还是假的，更害怕出现不可控的变化。没关系，作为一名占卜家，拥有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占卜家，真和假是不会混淆的。克莱恩先是松了口气，继而皱眉问道：“
他出现不正常前接触过什么人。只有那些病患，我无法肯定，我不是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在疯人院的。我也有休息的时间。达斯特表情沉凝的回答。克莱恩轻轻颔首，一副这是小事的样子。不用紧张，我会派人暗中保护你。你尽快弄清楚胡德·欧根之前接触过哪些人。另外，你必须小心他在试探你。你最好同时把这件事情通报给别的心理炼金会成员，看你们组织的高层有什么反应。好的，达斯特推了下金边眼镜，恢复了观众特有的冷静，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克莱恩道：“这是读心者魔药的配方，我不确定是否正确，我们会验证的。”克莱恩笑笑回答，当场展开看了一眼。主材料：成年七彩细龙的完整脑垂体，法尔斯曼兔的脊髓液10毫升。辅助材料：栗树芽孢5克，龙牙草粉末8克，纯白精灵花3瓣，100毫升纯水。非常棒！克莱恩赞美了一句，并叠好纸张，将它放入燕尾服正装内侧的口袋。又交流了几句，确认达斯特的幻听现象得到缓解后，他告辞离开，谨慎地来到属于职业者的专属靶场。邓恩·史密斯正等待于里面。队长，线人给了我一份读心者的配方，感谢我帮他控制住魔药的反噬，但他不确定这份配方的真假。克莱恩正经而严肃地将纸张递交给邓恩。另外，他提到了一件事情。邓恩边浏览配方，边听克莱恩描述胡德·欧根的事情。末了点头道：“我立刻组织人手轮流监控疯人院。这种事情你还没有接受专业的培训，就不用参与了。回去继续值守查尼斯门吧。”说到这里，他深深望了克莱恩一眼道：“算上这份配方，等你通过了考察，无需再积累功勋，直接就能获得小丑魔药。”